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斗罗大陆这几周的剧情，想必很虐了大家一波。在武魂殿猎杀小舞，小舞献祭唐三的这一段剧情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菊斗罗和鬼斗罗的武魂融合技。如果他们两个只是普通的封号斗罗，是绝对不可能在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的眼皮底下逼得小舞献祭。今天兜兜就给大家盘点一下斗罗大陆1的武魂融合技。盘点之前，先讲一下什么是武魂融合技。武魂融合技是武魂与武魂之间的融合，但武魂融合技并不是1+1等于2，哪怕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武魂，也未必能够拥有武魂融合技。因为武魂融合技的出现需要互补和完美的搭配。当武魂融合技产生的时候，威力体现的绝不只是两名魂师的等级，而是超越的存在。斗罗大陆1全文篇幅可以说是比较长的了，但在斗罗1中能拥有武魂融合技的人也是非常少的。武魂融合技出现的几率这么低，不仅是对魂师的要求很苛刻，对他们的默契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武魂融合技的融合度越高，施展出来的效果越厉害。接下来兜兜就直接进入主题，先说一下排名是分先后的，从后往前。有觉得兜兜排名不对的，可以评论区留言讨论。妖媚是由胡列娜主导和哥哥邪月的武魂融合技。胡列娜和邪月都是武魂殿的黄金一代，在天赋上胡列娜比哥哥邪月好多了。胡列娜是比比东的弟子，黄金一代的核心，武魂殿的圣女，更是下一任教皇的第1顺位继承人。妖媚这个武魂融合技最大的特点是控制，在妖媚技能范围内，所有人的感官都会被降低 50%， 魂力被压制 50%， 一切行动迟滞 50%。在妖媚红雾范围内，只有施展武魂融合技的胡列娜和邪月才能施物，只是魂王的两人施展出这个武魂融合技之后，效果足以和普通魂师的第7魂技相媲美。可惜的是，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总决赛中，他们遇上的是史莱克七怪，而唐三的能力正好克制胡列娜和邪月的妖媚。这个武魂融合技出现的次数少到可怜，毕竟后面的战斗以他们的成长速度来说，已经不在一个段位上了。两级禁止领域是菊斗罗月关和鬼斗罗鬼魅的武魂融合技。武魂融合技本周稀少，两个封号斗罗的武魂融合技更是少之又少。菊斗罗和鬼斗罗虽然是封号斗罗，但两人分开的实力在武魂殿的封号斗罗中并不是特别突出。之所以受到武魂殿的重视，就是因为两人之间的武魂融合技。两级禁止领域是一个双属性领域，可以同时禁止对手的技能和行动。在武魂殿猎杀小舞和之后比比东亲自带人猎杀大明和二明时，这个武魂融合技起的作用非常大，尤其是猎杀小舞时，正是这个武魂融合技牵制住了大明和二明。但在鬼斗罗死之后，菊斗罗在武魂殿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最后在武魂帝国和两大帝国的战斗未完全打响之前，死在了唐三的手中。黄金圣容是由大师玉小刚、院长弗兰德以及柳二龙三人组成的。大师和柳二龙都来自蓝电霸王龙家族，但两人并没有继承到蓝电霸王龙武魂，他们的武魂都变异了。柳二龙变异后的武魂是火龙，大师的武魂罗三炮却是恶性变异，被判定终生无法突破30级。后面因为服用了唐三给的仙药九品紫芝，成功突破。在大结局的时候，魂力突破了等级限制，达到了魂王的级别。他们三人被称为黄金铁三角，大师是黄金铁三角中的智慧之角，弗兰德是飞翔之角，柳二龙是杀戮之角。武魂融合技由越多的魂师施展，威力就越大。同样的，魂师之间的契合度越高，威力也越强。黄金铁三角之间的契合度高达 99% 之多，先天契合度已经这么高了，加上他们之间多年的默契，他们的武魂融合技契合度无限接近100%。就连研究武魂多年的大师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三人之间的契合度这么高。黄金圣龙这个技能在发动时是将三人的全部魂环附加到罗三炮身上，使罗三炮暂时进化成神圣巨龙。弗兰德提供飞翔能力，柳二龙提供龙体，而大师则提供罗三炮这个祭体以及他的智慧。以祭体施展武魂融合技的威力比普通武魂融合技的威力更大。这个武魂融合技由大师的意识来操控。黄金圣龙的攻击附带雷电和火焰双属性，技能持续期间会产生护体金光，使施展者免疫外界的攻击。不过这个武魂的攻击距离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大师29级魂力之时，他们这个技能就已经让他们在魂世界闯出了不小的名声。在大师达到魂王级别之后，黄金圣龙的威力更加强大。幽冥白虎，戴沐白出身星罗帝国皇室戴家，
因为戴家的武魂白虎和竹青所在的朱家武魂幽冥灵猫天生就能融合在一起，施展出实力非常强大的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所以两家的关系十分密切。皇室和朱家一直有着联姻的习俗，而新罗帝国皇室的竞争十分激烈，只有最出色的人才能成为未来的继承人。为了选出最出色的继承人，两家兄弟姐妹之间就像仇人一样，你死我活的拼着。败者虽然不至于会被抹杀，但却会被废掉魂力，圈禁一生。戴沐白和竹青因为年纪的关系，在离开新罗帝国之前，实力是被自己的哥哥姐姐压制的。但他们遇到了史莱克七怪，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成功打败了他们哥哥姐姐所在的新罗皇家学院。随着他们实力的上涨，幽冥白虎的力量也越来越强。两人在达到封号斗罗级别后，幽冥白虎背生双翼，身长超过了30米，可以同时对抗多名封号斗罗。这里悄悄说一下动漫和小说的区别。动漫里幽冥白虎在对战新罗皇家学院时就已经长出翅膀了。唐三曾经说过，这时候的幽冥白虎很可能短时间内达到神级的实力。他们的武魂融合技契合度高达70%，在整本书里仅次于大师弗兰德以及刘二龙三人之间的黄金圣龙。复活之光，宁荣荣和奥斯卡获得的10万年魂环赋予给他们的魂技一共有2个。蓉蓉的第一个魂技是九宝无敌神光，效果类似于小舞的无敌金身，但无敌金身只能作用于自己，而九宝无敌神光却可以作用在任何对象身上，并且在不消耗蓉蓉的任何魂力下，每天可以施展10次。奥斯卡的第一个魂技则是多一半钻石肠，吃下一根多一半钻石肠，3秒之内体力、魂力、精神力全部恢复一半。而奥斯卡在制作多一半钻石肠的时候，提前吃下一颗坚挺金苍蝇，做出的多一半钻石肠可以让吃下它的魂师3秒之内全部恢复。10万年魂环与其他魂环不同的是，它会赋予魂师2个魂技。宁荣荣和奥斯卡的第2个魂技在唐三被杀死后触发，是一个由10万年魂技生成的武魂融合技。这种魂技比戴沐白和朱竹清天生就能融合在一起的武魂融合技更加稀有。施展复活之光，复活条件必须是在死后1个时辰内，并且身体没有残破的情况下，复活之后实力恢复50%，而蓉蓉和奥斯卡则会同时失去魂力1个月。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强悍的辅助系复活技能，但是他们这个技能使用的对象是人类而不是神，他们复活唐三时并没有任何的把握。不过好在他们的复活之光加上嘉陵关100万将士的祈祷信念之力，成功的让被比比东捏爆心脏的唐三恢复神体。但毕竟蓉蓉和奥斯卡在当时还只是封号斗罗，能够复活神的神体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唐三的灵魂是在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的主持下，数以万亿计的海洋生物共同祈祷，再凭借着他留在海神山顶上的一丝神念才重新恢复。双神共存，双神共存是唐三和小舞在生死之际完成的神级融合。唐三一人不敌比比东的罗刹神和千仞雪的天使神，小舞为唐三挡下了比比东的攻击。当罗刹神力在侵入小舞体内时，彻底的激发了小舞身体里的修罗魔力，让小舞在第一时间完成与唐三神级的完美融合。当小舞的身体完全融入到唐三体内之后，小舞所吞噬的修罗魔剑的能量与唐三昊天锤上所拥有的修罗神力瞬间合二为一，再与唐三本身的神念进行融合，最终成就了这独一无二的完美武魂融合技。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三与小舞的融合还要感谢比比东对唐三的攻击。双神共存就算是在神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唐三和小舞的完美融合是绝对不可能复制的。小舞曾经为了救唐三献祭，成为了唐三身体的一部分。在小舞复活之后，唐三和小舞之间因为曾经完全契合在一起而产生了心灵上的联系，这是产生100%武魂融合的前兆。而当小舞的身体融入了修罗魔剑之后，修罗魔剑内所蕴含的能量，以及当初唐三曾祖唐晨耗费多年时间完成的修罗神考验，也都融入到了小舞的体内。但是小舞本身却并不具有支配这份能量的能力，它其实只是修罗魔剑的剑鞘而已。修罗魔剑只是以他的身体为载体，静静的等候着。一个人确实只能够继承一个神旨，但有了小舞的身体进行融合的昊天锤，成为了调动修罗神力的钥匙，而小舞的身体本就是修罗魔剑的载体，这才产生了修罗神、海神并存的一幕。但双神共存并不能让海神和修罗神同时出手，唐三能够控制双神的力量，但一次只能控制一个神的力量。可即使是这样，他拥有的力量也是十分恐怖的。好了，斗罗一里面的武魂融合技豆豆就讲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观看。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